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米舒斯京5月23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米舒斯京23号抵达上海，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俄中商务论坛。 这是米舒斯京自2020年就任俄罗斯总理以来首次访华，随同米舒斯京前来的包括500多人的商业代表团，这也是2019年疫情爆发之后首个俄罗斯商业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表示，中俄作为最大邻国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合作韧性强、潜力足、空间大。米舒斯京总理访华，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深化人文和地方交流，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能。 当今的中俄关系可以用3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成熟、务实以及共赢。那这3个词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中俄两国不断地致力于巩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决心不变，那致力于两国共同振兴和发展的目标不变，那这个维护公平正义和世界的安全与稳定的目标也不会变。那中俄两国这样的一个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光明前景，可以说 独一无二的战略意义。米舒斯京下午出席俄中商务论坛，他表示，中俄双边贸易额每年保持约33%的增长，2022年创历史新高，达到破纪录的1850亿美元。今年两国贸易额可以达到2000亿美元，完成两国元首会晤时提出的任务。俄继续保持中国第9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国连续13年稳居俄罗斯第1大贸易伙伴国。 米舒斯京称，对俄罗斯而言，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仍是无条件的优先事项。俄罗斯在对华石油供应方面位居第1，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煤炭出口量也在稳步增长。另外，俄罗斯和中国需要更加积极地简化农产品市场的相互准入，共同加强粮食安全。中俄要扩大航空交通，积极利用北方海路的潜力，是俄中合作的优先方向。 外界注意到，近期俄罗斯对中国开放海参崴港，在历经160余年后，海参崴再次成为中国跨境中转口岸，为中国东北经济开放以及发展远东经济提供支点。 米舒斯京还补充称，当前俄中在信息技术和通信领域的合作处于高水平。俄罗斯和中国将通过本币结算提高双边金融合作的独立性。2021年，俄中本币结算仅占大约1/4，去年已接近2/3。他又强调，西方的联合制裁未能毁灭俄罗斯经济。 最后，米舒斯京邀请在上海举行的俄中商务论坛与会者参加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和俄罗斯国际工业展览会。 一些西方国家对中俄加强合作表示担忧或者不满。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中方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我们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中俄之间的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国已经做出了相关的强调，中俄两国的合作是不针对第三方的，中俄两国的合作是促进两国双方各自发展的这样的合作。那此次米舒斯京的访华，主要的一个目的是推动两国之间的务实合作，尤其是推动两国在经贸上的合作。中俄作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各层级交流合作机制日益完善，其中包括总理定期会晤机制。 去年12月，双方以视频方式举行中俄总理第27次定期会晤，回顾总结双方各委员会1年来的务实工作。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成功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下阶段双边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此外，两国还签署了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双方将在8个重点方向开展经济合作。 今年4月，米舒斯京总理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通电话时表示，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开启了俄中关系新篇章。俄方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共同发展。
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始于1996年，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了两国高层领导人定期会晤协商制度。双方认为，保持各个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对话，特别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级、最高级接触和协商，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两国政府首脑每年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的发展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及时交换意见。中俄高层近来往来互动频繁，合作层面不断拓宽。中国外交部近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于5月21号至28号应邀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国际会议，并举行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8次会议。报道称，陈文清和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将共同主持在莫斯科举行的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8次会议。观察指，在当前欧亚大陆安全风险上升的大背景下，中俄共同面临很多安全风险，加强安全合作是应有之义。安全会议、执法和监督机构以及情报部门之间的对话，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当前的局势下，世界的局势的错综复杂，尤其是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两国在地区威胁和挑战这种陡增的背景下，两国所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和威胁是具有相通和共性的点的。那尤其是在这个乌克兰危机以后，两国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下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也是具有共通性。那两国在执法安全上进行这种常规的合作，可以说是应有之义。来自中国台湾的跆拳道选手李东宪日前赴韩国参加2023亚太壮年运动会，在登台领奖时展开了事先准备好的5星红旗，一时间收获无数大陆网友点赞，但也成了台湾独派亲绿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视频采访时，李东宪表示，高举5星红旗是为了展示自己对中国这个家的认同感。自己将坚定致力于两岸交流活动，把台湾带回家。李东宪日前在亚太壮年运动会跆拳道品势个人组40岁组别中取得铜牌成绩。在领奖时，他将整齐叠好的5星红旗展开举起，并自信地站上颁奖台。前4名选手合照时，他便与并列铜牌第4名的大陆选手一同举起5星红旗。李东宪向深圳卫视描述了自己获奖时的第一反应。当时就是要去颁奖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不是先去颁奖台，我第一件事情先跑去拿旗子出来，我就挂在手边，我就想着说，哎呀，这个拿旗子比拿牌重要，对，主要是要把旗子挂在那个颁奖台上，所以那时候就拿着去颁奖，然后在挂完牌的瞬间，我就马上把旗子展开，所以那时候的感觉是真的特别好。对，就内心也激动，而且旁边还有一个这几天下来一起训练，然后又是对手的这个战友，然后一起登上颁奖台，共举这个祖国的旗帜。只能用一个句子来形容，就是举这个旗子，其实就是因为他有家的感觉，而且我们是跟着同胞、跟着家人一起举的旗子，所以这个家的感觉会更明显。所以其实当台当局说，哎，我是不是有什么政治意图？我说没有政治意图，单纯是个人的这个心里向往的一个这个个人的思想，就是我想要认同，我认同这个中国，我认同这个家。李东宪特别强调，祖国的强大对于参加国际比赛的运动员来说是最有力的支持。当我第一次举起5星红旗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这个有国家真好，因为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当我举起5星红旗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自己也感受到祖国国旗的强大。事实上，这不是李东宪第一次公开和5星红旗合影。2017年、2018年、2019年，分别在马来西亚、日本、海南参加比赛时，他都晒过合影照。只要出去打比赛，5星红旗基本都随身带着。李东宪还有点不好意思地回应点赞的大陆网友说，因疫情停赛了3年，所以这次红旗上的折痕比较明显，折叠太久了。
第一次起棋，那时候是因为我们跟这个中国大陆的选手一个师姐一起组队参加比赛的。那当时因为这个报名的时候是用中国队这个祖国的国旗，那我那时候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这不会是第一次。后来好像查了，好像真是第一次。不过这次民进党当局却感到气急败坏，宣称要追究李东宪法律责任。李先生呢是自己报名参加在南韩的这个比赛，他既不是我们的跆拳道协会派出，也不是我们的代表。那他是否担任这一个扩传党员，然后在台湾发展这一个相关的组织呢？我们要请相关的单位呢，务必要来清查厘清。那如果确实有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我们会一定按照这一个相关的法律呢来加以这一个处理。这个选手没有经过台协或者体育署的这个遴选来报名，他是自己报名。那我想我们会按照相关的法令来处理。关于就是台当局部门的这个行政主管陈建仁，或者是像郑文灿等人。他们提出的包含说要彻查我是否为中共党员，甚至我是不是这个中共的所谓的在台的代理人。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小题大做，而且也莫名其妙。李东宪表示，自己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热衷于两岸交流。他曾自掏腰包组织体育交流活动，积极促进两岸体育合作。台当局如今的指责，无非更加印证了台当局所谓的言论自由的虚伪面目。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真的，就是什么都是扣我们帽子，各种的抹黑当水，甚至现在水军里面还有跑到我脸书下面各种的谩骂，甚至要起底家人等等等等之类的。我认为这个真的是，还是像我先前讲，就是台湾它没有自由，它的自由民主都是假的，什么人民有言论的自由，有行为自由，各种的什么自由，但是只要跟着民进党，你是自由的。你只要是做了民进党不喜欢的，那你都不能有自由，你不能做他们不要的行为，你只要做了，他就要铲灭你，要给你扣各种的帽子。那我认为就是拿棋子这件事情，那是一个我的自由，我的这个个人的认同。你不能因为我的认同你就去打压我。李东宪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市，这里是民进党的基本盘。他小时候也曾经随长辈一起参加绿营选举的造势活动，直至大学时期，他才发现自己一直以来接受的历史教育出了问题。在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就要想，那问题到底在哪里？那我就开始学习，从中国近代史到党史，中国党史到这个包含这个叫做马克思思想、社会主义学这些，然后资本论等等之类的，我们都去学习了。然后最终我们理出了一些方向与可能的答案。但是因为我们没踏上祖国大陆，我们永远不知道。但是在12年以后，我踏上祖国大陆，我看到大陆的发展与土地的广阔。那在后面我就很坚定的说，那这条路我要一直走下去。我希望可以回到这个大陆发展，然后并且把台湾带回家。当地时间22号，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一项安全协议，扩大美国在该国的军事存在，引发巴新不少民众抗议。尽管代替美总统拜登赴约的国务卿布林肯声称协议与任何国家无关，但西方媒体普遍认为此举旨在抗衡中国在太平洋的影响力。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对有关各方同巴新等太平洋岛国开展正常交往和平等互利合作不持异议，但需要警惕的是以合作之名搞地缘政治博弈。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与巴新国防部长达基在巴西首都莫尔兹比港签署双边防务合作协议。报道称，该协议将允许美国军队进入巴新的机场与港口。布林肯称，美国和巴新军人可以登上彼此的船只，分享技术专长，并共同更好地进行海洋巡逻。美巴双方还签署一项海事协议，美国海岸警卫队舰艇可以在巴新水域内巡逻。
报道还援引美国国务院的声明称，与巴新的协议将加强安全合作，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双边关系，提高巴新国防军的能力，并加强该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此外，布林肯还承诺，美国将在未来3年对巴新提供超过价值4500万美元的资金和装备援助。巴新总理詹姆斯·马拉佩称，协议可以帮助巴新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强劲经济体。他特别强调，协议不会损害巴新的国家主权，也不会中断巴新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美国这次跟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的主要涉及的是2个协议，一个是关于防务安全合作的一个协议，还有一个是关于打击非法的跨境海上犯罪的一个协议。那我们可以看到，这2个协议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我们传统上意义上的这种双边合作的一个范畴，明显的是带有着这个战略安全的意图在里面的。不过，美国打着促进稳定的旗号，推动太平洋地区军事化的举动，引起巴新民众的不满。巴新第2大城市莱城22号发生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利用安全协议进入巴新。一位名叫内奥米基波伊的抗议学生说：“美国没有向我们提供援助和其他东西，他们只是想签署这项协议。”相比之下，中国修建道路和资助学校的举措为巴新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同一天，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巴布亚新几内亚科技大学和哥罗卡大学的学生也在不同地方举行了抗议游行活动。学生们认为，与美国的这份合作协议同巴新广交有不树敌的外交政策不符。政府在签署协议之前，应让民众了解协议内容，并将其提交议会进行讨论。他们还表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巴新需要的是经济合作协议，而不是在安全领域签署协议。巴新学者也对协议的前景感到担忧。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帕特里克·凯库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太平洋岛国普遍不愿卷入地缘政治竞争，签署这样的安全协议可能造成地区国家间的分歧，破坏地区团结。巴新呢，作为一个太平洋的岛国，其实它也是具有太平洋岛国的一个外交传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广交友不树敌，他们叫做这 friend to all, enemy to none。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外交理念，而且小国在这个外交当中，它的偏好永远是处于一个不想去选边站队的，希望能够左右逢源的这么一个地位。而且他们不希望去卷入到大国的这么大国博弈的这样一个漩涡之中，所以说，他们国内对于这次美国和巴新的这个安全协议的担忧，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外国媒体普遍认为，签署这一协议是美国试图在南太地区与中国展开竞争的最新例证。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频繁加大在太平洋岛国的投入，例如本月初在汤加开设大使馆。观察指出，从根本上讲，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重视和投入，其目的并非真的要帮助太平洋岛国发展，而是为了在太平洋岛国地区与中国竞争。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2号回应称，中方对有关各方同巴新等太平洋岛国开展正常交往和平等互利合作不持异议，但需要警惕的是以合作之名搞地缘政治博弈。同时，中方也认为任何合作都不应当针对第三方人。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务危机迫在眉睫，白宫宣布缩短拜登的海外行程。在回国前，拜登还亲自致电马拉佩解释工作，包括计划在拜登到访当天全国放假，停留期间关闭领空。BBC 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拜登失约回国，挑了一个让这个资源丰富、战略位置优越的地区的领导人失望的坏时机。华盛顿可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说服这些太平洋岛国，美方确将他们视作合作伙伴，认真对待。该报道还提到，过去10年，北京一直在做一些实在的努力，加强与几个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关系，向他们提供援助，并投资修建学校、道路和桥梁等基建设施。报道还特别提及，布林肯抵达莫尔兹比港后，就行驶在一条由中国修建的6车道高速公路上。现在整个的战略大背景就是，中国和美国2个世界性的大国处于一个战略博弈期，然后呢，美国它在南太其实历史上具有比较强的一个战略主导权，只不过冷战结束之后呢，它出于现实战略的一些考虑，它短暂的缺席了，在这个地区有一段时间是缺席的。那大概在10年前呢，美国又开始重返这个地区，然后我们可以在近几年的美国的一些动作当中看到它对南太的这个战略投入是在密集的一个增强。随着美国债务违约期限临近，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拜登与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麦卡锡继续就债务上限问题展开谈判。尽管双方都宣称会谈富有成效，并表示会继续磋商，以避免美国出现违约，
但在削减开支等具体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都不愿让步，并把协议至今未达成的原因归咎于对方相互甩锅。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2号晚发推称，美国出现债务违约是不可能的。虽然两党仍存在分歧，但谈判仍将继续。当天会谈结束后，麦卡锡说，今晚的讨论气氛比以前好。不过会谈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强调不能无休止提高债务上限。If you were to give your child a credit card and they charged up the limit, and you just raise the limit year after year after year till this credit card you owe so much on it that you owe more than you could actually make in a year, because that's where we are. Our credit card, our debt limit, we have charged so much up that it's bigger than our economy. And would you just raise that debt limit, or would you look at ways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 You know, that'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拜登21号警告众议院共和党人改变极端立场，尽快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协议。他说，如果美国出现债务违约，他本人无可指摘，是共和党人破坏了谈判。I've done my part. We put forward a proposal that cuts spending by more than $1 trillion. On top of the nearly $3 trillion in deficit reduction that I previously proposed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spending cuts and new revenues. Now it's time for the other side to move. 目前，华尔街各银行和资管机构正严阵以待，为可能发生的债务违约做准备。鉴于美国国债通常被用作交易和贷款的抵押品，联邦债务违约将令投资者质疑这些抵押品的有效性。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报告称，一旦发生违约，可能导致像上世纪大萧条一样的经济衰退，将有8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股市将暴跌约45%，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财富将被蒸发。麦卡锡现在提供的这个解决方案，也只不过是把债务上限再提高1.5万亿美元，而按照过去2年，美国财政的一个支出的这个情况，这1.5万亿的国债，的这个空间很有可能在1年内就会被耗尽。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到，债务上限这样的一个危机啊，未来很有可能会反复发生，而且在短暂的时间内就会再次发生。那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2024的这个大选，我觉得到2024大选的进入到关键时候，债务上限会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2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嘲讽称，所有人都清楚美国人花的比挣得多，美国人眼前的宴席全靠印钞机和布满全球各地的军事基地。美国历届总统都明白，债务违约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的晴雨表。在23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如果美国国会在6月1号前无法提高或者暂停债务上限，美国财政部将无法支持政府账单。中国是美国的第2大债权人，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回应称，美国国债上限问题是美国内政，但美国作为世界第1大经济体，自身的状况和政策选择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的外溢效应。希望美方采取负责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要将美国的风险转嫁给世界，不要以收割世界来维护一己私利。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拜登和麦卡锡又见面谈美国国债上限，但是还没结果。您认为他们能最终达成一致吗？主持人好，以往两党格斗呢也很激烈，但总能达成解决方案。但这一次非常的不同，弄不好呢真的会发生经济灾难。就像美国前劳工部长赖克所言，以前的僵局呢是精心制作的戏剧，双方呢都展示了自己的立场，也完全清楚这出戏将如何结束，也就是提高债务上限。但这一次也是非同寻常，共和党的激进立法者和特朗普的虚无主义无疑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呢要展现权力，要让民主党总统及各路人马俯首称臣。因此呢，这次债务上限谈判不是演戏，也不是为了表演，这次呢是真的。他们的要求呢还会上升，如果他们的条件满足不了，他们呢就要准备炸毁经济。拜登和麦卡锡会谈以后，拜登的口气呢不像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时那么乐观，表示双方仍然存在一些分歧。民主党人很担心共和党可能不惜一切代价让谈判失败，把违约呢作为明年击败拜登值得付出的代价。麦卡锡呢似乎更坚定一些，说和总统的谈话富有建设性，但是政府花更多的钱显然是错误的。共和党首席谈判代表告诉媒体，红线就是少花钱，如果不能达到共和党的要求，其余部分真的无关紧要。
而共和党内最有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更是明说，如果拜登达不到共和党的大部分要求，那美国呢就该违约。很显然，这次两党的债务上限谈判呢，共和党不仅要求政府少花钱，还要把明年的大选联系起来。因此呢，这个能不能在最后时刻达成一致，就变得难以预测。即便共和党同意提高债务上限，避免违约，这拜登政府呢也得大大减少开支。那么一些关键经济指标上不去，他的连任梦呢就要悬了。或者呢是拜登援引宪法第14条修正案，绕过众议院共和党人，强行提高债务上限。但接下来呢，共和党会向法院这个上诉，而诉讼程序呢又比较长。无论如何呢，都可能导致违约。因此这一次呀，会不会创造一个美国历史上的首次违约，需要密切观察。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